征兵办快坐不住了，14亿人口的中国居然快招不到视力合格的兵了。201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正在进行中，各地征兵办的工作人员是跑断腿磨破嘴，结果一上体检，将近一半的人直接被刷下来了。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，我国学生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，初中生近视率突破 70%， 高中生超过 80%， 大学生更是直接飙到了 90% 以上。翻译成人话就是每10个大学生里9个是近视眼。全国多地的征兵办已经明确表态，视力不合格已经成为入伍体检淘汰的头号杀手。14亿人口，全球第2人口大国，居然在征兵这件事情上被近视给卡住了脖子。先看一眼现在的数据有多吓人。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，我国近视总人口已经超过了7亿，占总人口将近一半。全球约14亿近视人口，近半数在中国。几十年前，班级里戴眼镜的孩子还是少数，如今呢，许多学校的课堂上不戴眼镜的学生反而成了稀有群体。很多人总说中国有14亿人，还怕招不到兵吗？但戴旭教授算了一笔更扎心的账，80%的高近视率，拦腰一刀，直接把我们变成了中等边缘国家。什么叫中等边缘国家呢？就是人口再多，符合条件的人就那么点儿。空军、海军、特种作战岗位的标准更严，裸眼视力要求 4.8 以上，而且大部分不接受激光手术矫正。坦克成员、潜艇兵、空降兵裸眼视力要求不低于 4.8 甚至 5.0。 你算算，高中生 80% 以上近视，再筛掉那些度数太高做不了手术的，做了手术时间不够半年的，眼底有病变的，最后还能剩几个呢？戴旭教授当年写下几个字：高近视率已影响国防安全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。夜视仪怎么戴眼镜啊？防毒面具怎么配镜片呢？战场上护目镜起雾，眼镜滑落，那就是致命的死穴。有人要问了，是不是征兵标准变严了？恰恰相反，标准没变，是年轻人的眼睛先垮了。现行征兵视力标准是这样规定的：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低于 4.5 直接不合格，裸眼视力在 4.5 到 4.8 之间的需要矫正后达到 4.8， 且度数不能超过600度。空军、海军、特战等岗位标准更严，裸眼视力要求 4.8 以上，而且大多数不接受激光手术矫正。这一套标准已经用了很多年，以前能筛出足够多的合格兵员，现在呢，适龄青年近视率持续走高，达标人数自然是越来越少，60%人被挡在门外。你让征兵办上哪儿找人去啊？近视对国防的影响远比招不到兵更深远，高端国防人才正在断层。飞行员、舰艇指挥员、精密武器操控员，这些核心岗位对于视力要求近乎严苛。在高中生近视率突破 80% 的今天，符合条件的人才急剧减少。现代战争打的是什么？是远程狙击，是精密仪器操作，是无人机操作，这些全都要依赖良好的视力。一个飞行员要花多少成本才能培养出来？上千万。一个舰艇指挥员呢？更贵。如果你连眼睛合格的苗子都找不到了，这不仅是征兵问题了，是国家的安全问题。近视这事儿表面上是一个健康问题，本质上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账。先说个人，一副眼镜几百到几千不等，2、3年换一次。隐形眼镜月抛年抛，1年几千。一个近视的人一辈子光花在看清这件事上的钱，少说几万，多则10几万。7亿近视人口，每个人平均每年在眼镜、隐形眼镜、护理液上花多少钱？500块不多吧？光这一项一年就是3500亿。再算激光手术，全飞秒1台1、2万，半飞秒万把块。每年有多少年轻人为了参军、考警校、当飞行员去做手术呢？这是一个1000亿级别的市场，但最贵的视力税不是花在个人身上的，是花在国家层面的。国防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人？需要能够操纵精密仪器的，能够远程瞄准的，能长时间盯着屏幕不疲劳的。这些岗位对视力有刚性需求。当合格人才急剧减少，国家只能做2件事：要么放宽标准，要么花更多的钱培养更少的人。韩国军队为了应对高近视率，已经放宽了征兵视力标准。我国征兵视力标准也已经从 5.0 放宽到了 4.8。好消息是，国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2025年12月，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，目标定得很具体，到2030年，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 3% 左右，小学生降到 32% 以下，初中生降到 60% 以下，高中生降到 70% 以下。
教育部也部署了2026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，明确了15个成员单位的25项重点工作计划。政策层面在动，但真正能改变局面的是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孩子。每天户外活动2个小时以上，近视发生率可以降低10%以上。每近距离用眼30到40分钟，休息10分钟，少刷点手机，多出去走走。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，但是每一条都是在拿真金白银和国防安全换来的教训。7亿近视人口，52.7%的青少年近视率，46%的征兵淘汰率，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双被屏幕和课业绑架的眼睛，是一个正在被透支的未来。近视不是小事，它影响的不只是你戴不戴眼镜，它影响的是你能不能当飞行员，能不能上舰艇，能不能操作精密武器，能不能保家卫国。